做自由的模型 TC Go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盲人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速腾玩具默契兽人小队系列的第57号产品索贝克。本款模型的定价是98元。这一次的产品与之前不同的地方，按照官方宣传的是首次使用了纳米级的预涂装工艺，通俗点来讲就是带漆面，同时也确实是因为带有漆面，在速度状态下有着良好的外观表现，整体的观感会更好。我手中的这一款为先行评测件，存在着一些小问题，已经进行了反馈，后续大货应该会有相应的修改，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大体的素质表现。本款模型的盒子也是该系列产品的统一风格，侧面有一些相关产品介绍。因为是带有预涂装，所以盒子内部的零件也都是单独给包裹起来的。本款模型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12块板件，其中包括作为特点武器的2块板件，纸制品内容物包括说明书1份。另外，本款模型的鳄鱼头漆面处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并且提供了2种样式的闭合鳄鱼头。这种看着比较埋汰的状态就很符合鳄鱼的那个味道。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嘴巴是没有提供关节的，张开嘴的状态是单独给了一个替换头，嘴巴内部的涂装也没有落下，很不错。除此以外，本款模型还提供了3个白膜的鳄鱼头，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涂色处理。头部件一共是2块板件，零件尺寸不大，看着还行，细节看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黑色零件表面会有一点水纹，观感会有点小油，而剩下的就是带有金色和银色预涂装的零件。首先就是金色零件，大部分都采用了隐藏水口，对速度档是比较友好的，并且水口的尺寸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吧，有那么几个隐藏水口都是在弧面的，处理起来会稍微费点劲。漆面的质量老实讲确实不错，发色会很正很漂亮，摸上去也很光滑，但是看上去这个颗粒感会多一些，可能是想做出那种铸造感吧。银色漆面发色没什么问题，整体的效果和金色差不太多，但是银色的这种铸造感表现会更明显一些。最后这2个就是作为特点的武器公语，也有单独提供一页说明书。拼装完成以后，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索贝克的主体、带涂装的替换头2个、白膜替换头3个、盾牌、弯刀、公语、背包组件，还有一些小飞件。本款模型的高度在9厘米左右，算是保持了该系列标准尺寸。不过因为是鳄鱼，所以尾巴会比较长，单独尾巴的长度也差不多有9厘米了。因为本款模型存在着大量的预涂装，虽然有隐藏水口，不过也并不是全部。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速度表现。上半身是几乎看不到什么太明显的水口痕迹，上臂这里的黑色零件边缘会有2个，小臂后方的黑色零件这个在正面会有点大，胯部前后这个部分会比较明显，大腿黑色这个也是在正面，再就是尾巴的水口都是在内侧，但是我这个好像是切多了，边缘这块还有点掉漆。不过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是鳄鱼的鼻子这个水口，张嘴状态的这个还好没那么明显，这个闭合状态会有一个坑，日后这个部分希望再给它改进一下，毕竟白色鳄鱼头就没有这个问题。外露水口的配置还行，不算太多，对整体的观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大腿这个确实得补一下色。本款模型在造型设计以及分色处理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虽然没太了解过相关设定，不过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像阿努比斯那种站在埃及法老周围的战士，甚至这个鳄鱼头给它换成狗头，我感觉都挺合适的。加上这个类似于头巾一样的头盔设计，感觉就更有那个意思了。下端这2个零件是球形关节连接，带有一点轻微的可动，并且整个头巾是单独安装在头部2侧，带有一点独立的可动。其实在这个状态下看头部和胸部，因为这个头巾的加持，一体性会非常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割裂感，这一点处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本款模型有提供3个基础头型，一共是单独给了2个头盔，在不安装这个头巾的状态下，看着就像杂兵一样，感觉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角色。鳄鱼头的细节表现在之前就已经看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头巾和头部是左右合连接，后面有一个单独的固定零件，这样设计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替换头部的时候会有一些麻烦，主要问题是直接拆除头巾，后方的零件卡的并不是特别紧实，会分开，所以我个人建议这个部分给它粘一下，增加稳定性，把整个头巾当成一个完整的组件给它嵌套进去，这样安装反而会更方便。脖子部分是采用了双段球形关节，由于装甲和头部的限制，可动确实会比较一般。胸部和腹部整体做的会非常饱满，在观感上非常有力量感。胸部这个装甲正常是设计了一段卡扣，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内部有类似于核心一样的设计，并且下端还有2个卡榫，
配合下端卡扣，也可以实现完全展开的核心样式。不过上面会剩余这2个卡榫没有遮挡。参考了一下微博的图片，发现没有这个玩法可能是废案。胸部和腰部是球形关节连接，紧实度不错，就是这个可动范围比较一般，主要可动还是依靠着和胯部的这个球形关节。这个部分可能是为了提升可动角度，在腰部和胯部连接的部分会有点空档，配合2段球形关节，整体的活动角度还算说得过去。裆部前端黑色零件也是带有独立的可动，整条尾巴是通过柱形卡榫插在裆部后方的零件上，并且这个零件也可以调整一点角度。为了提升尾巴的可动，裆部后方这个零件也可以抬起，提供更大的活动角度。尾巴一共是分成了5节，每一节都是球形关节加柱形卡榫连接。球形关节卡的还挺紧实，但是这个柱形卡榫会有些松，并且柱形卡榫几乎不涉及到可动，直接粘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大货针对这个部分的组合度再给它调整的紧一点。那么这个部分在胯部2侧的金色零件安装是偏紧的，胸部的金色零件也是因为有漆面，组合度也会稍微紧一点。为了更好的拼装体验，建议给它消除一点卡榫，不处理的话正常安装也行，但是得使点劲儿。手臂设计的也是非常粗壮，很有力量感。肩部和胸部是2个球形关节连接，紧实度没有问题，并且可动表现也还不错，对于把玩是比较够用的。肩胛是卡扣直接固定在了肩部，带有独立可动，并且侧面的零件也是带有一点独立可动。上臂正常平转没有问题，在手肘这里也是有设计一段平转关节，内部也是给了锁扣，稳定性会更好一些。手肘侧面是3毫米的通用接口，也可以选配其他的武装。手肘是单段关节设计，只有90度的可动。手部是采用了可动手的设计，手腕根部是球形关节，可动还行。大拇指采用球形关节，其他3个手指为固定结构，是直接卡在这里的。手掌内部也是有用来握持武器的固定卡榫。腿部造型相对来说就会短小一些，大腿根部是球形关节，可动和稳定性没什么问题。大腿根部的平转也是常规表现，不过我手中这一款模型，其中一条腿的大腿左右核零件会松一些，把玩容易脱出，需要加固。腿部的一体性是不错的，看着会比较舒服。膝盖部分是采用了3段式结构，关节会更紧实一点，可动性也是接近了180度。在脚腕的部分有单独设计一个上下抬起的关节，为本款模型的脚部提供更多的可动角度。但是吧，本款模型平台件在脚腕部分的问题就是球形关节卡的并不是特别稳定，装进去的手感是软绵绵的，没有咔的一下的手感。也可能是内部凹槽做的有点厚了，再深一些可能会更好。毕竟在这个状态下，球关节还有一半是裸露在外的，需要大货再处理一下。脚尖的部分还有一点可动，可以摆出一些钩爪的姿势。剩余配件首先就是这个安装在背包的组件，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根据柱形卡榫实现各种拓展玩法。首先就是2把小的镰刀，造型不错，上面的孔洞也是通用接口，下端的卡榫可以直接插在背包的组件上实现挂载。另外剩下这一嘎的柱形卡榫也可以安插本款模型的盾牌。这个盾牌虽然分件很简单，但是做出来的效果真的是挺漂亮的，质感会很好。内部也是安插了连接件，可以直接挂在手柄上。但无论是连接件还是挂载在背包，和盾牌的稳定性都是比较一般的，需要加固。盾牌内部还有4个单独的柱形卡榫，本款模型的武装配件都是装不上去的，可能是为了给其他模型准备的卡榫。可以安装在背包上的另外一把武器就是弓羽，在收纳状态下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双刃剑的造型，也是可以直接插在背包的柱形卡榫上，甚至在这个状态下感觉会更多了一分威严。或者还可以安插连接件装在手臂上，2侧剑刃可以直接展开，前端的金色零件也是需要活动呈现弓的样式。最后还剩下一把弯刀，就是一个单独的分件，也是可以通过连接件挂载在其他柱形卡榫上。所以总的来说，本款模型能够实现的拓展玩法还是很多的。综合来讲，这一款模型无论是在外观还是设计上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漆面效果确实不错，很漂亮，关节都比较粗壮，把玩起来的稳定性也会更好。不过当前的脚腕和部分零件的把玩体验就会比较一般，像前面说的能加固一下的部分处理一下还是可以的。脚腕这个球形关节就希望大货能再给它简单处理一下，因为是带有漆面，所以部分零件组合度也会偏紧，这个也是需要单独处理。那么解决了以上问题之后，我认为这一款索贝克算是一款比较不错的产品，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这一款产品呢？本期的 C 狗魔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